新疆煤的困惑。新疆是我们国家煤炭储量最多的地方，但是新疆是一个炼焦行业很有风险的一个地方。不管是新疆当地的焦化厂也好，还是外边跑到新疆做焦化厂的人也好，都会感觉非常的困惑。因为新疆的煤千变万化，各种各样，看似很好，结果很差。所以我们用今天国内传统的这种技术，在新疆生产冶金胶的焦炭行业，那它一定会焦头烂额。原因是什么呢？好，我来说说新疆煤的特点。由于它的形成年代比较晚，它又没有经过沉降到地下很深的地方去变质，所以它所形成的炼焦煤大多数是在外力的作用下，也就是在岩浆或者是地热的加持下，使它的变质程度得以提高。这些原因呢，就导致了煤和煤之间的差异特别大。比如说，两个相同的气煤或者相同的焦煤，它的强度，特别是热强度，会有很大的差异。刚才我讲的是它的环境造成的一些原因。从煤本身的角度来分析，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由于它没有经过生成变质作用，生成的比较晚，所以它的这个孔隙结构是比较疏松的，气孔壁也是相对比较薄的。第二个原因呢，由于它的这个变质的规律呢，它是在地下的一个岩浆侵入，使局部地区地温上升，导致煤的变质程度加快，在这个大的非炼焦煤的背景下形成的一些各种变质程度的炼焦煤。那么这种作用下形成的炼焦煤本身就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新疆煤还有一个更独特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岩浆侵入到煤层下部的时候，在岩浆和煤层之间有一些含水层吧，比较普遍的是石灰岩的含水层。那这个岩浆高温的状态一烘烤石灰岩和石灰里边的水的时候，就会导致含水层的蒸发，在蒸发的过程中，在高温状态下就溶解了大量的碳酸钙。在蒸发的这种气体往上走烘烤煤层的时候，一方面使它的变质程度提高，变成炼焦煤，甚至变成主焦煤，或者是变质程度更高的煤。另一方面呢，大量的含有碳酸钙的蒸汽在经过煤层的时候，在它的微裂隙里边产生了大量的沉淀。这种沉淀呢，就会导致新疆这些煤的钙含量特别的高，导致它在炼焦的过程中起到催化作用，来影响焦炭的热强度。当我们把这些煤放到显微镜下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现，在煤的很多的微裂隙里边有很多的方解石，就是碳酸钙的沉积物。从这个点上，我们就能够看出这种次生的碳酸钙沉积是新疆这些炼焦煤，包括主焦煤在内，它不能生产，或者是生产的焦炭强度很差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结论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新疆煤的质量差异非常的大。那如果我们不能用一个专业的角度去剖析这些资源的各种参数和它的来龙去脉，我们贸然去新疆生产冶金胶，一定会出问题的。